Hello，大家好，我是 Panda，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是我们百万挑战的第6集，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观看。今天我们来到台中的市政华人参与3场的3000限时锦标赛。今天的手牌都非常的有趣，一定要看到最后。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今天的手牌吧。第一手牌盲注级别1000、2000，起始筹码50万。Low Jet Limp 2000，我在 Button 看到 AQO Raise 到1万，大盲在这边选择 3 倍到3万6 ，Low Jet 弃牌，行动回到我这边选择跟注，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KQ10 2张红心，大盲在这边下注了一个1/3的2万5，那我这边有一个中队跟一个 Gasha， 那我们这边就简单的跟注。转牌来了一张红心2，大盲在这边选择过牌呢，我这边也过牌了。合牌来了一张梅花8，大盲过牌了以后呢，我这边其实也没有下注的理由，因为没有比我们弱的牌会跟注，我们下注还有可能给人家一个转炸的空间，所以我也选择过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对手打开了99，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加2 raise 到1万 ，cut off 跟小盲跟注，我在大盲看到了 J10O 也选择跟注，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Q75 2张红心，在我们都过牌到 Prefer Racer， 他也选择过牌 ，cut off 也过牌，我们4家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一张梅花 J， 小盲在4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万5。那我现在击中了一个中对子，我觉得可以跟注一发，所以我选择跟注，然后加2弃牌 ，cut off 跟注，我们3家看到合牌，合牌来了一张黑桃 A， 小盲在这边下注了一个不到半池的5万3，那他这个下注我就觉得他的牌不会很强，例如说可能只有一个 Q， 或者是7-5两对。但是我并不觉得他会有 AQA 这以上的这么强的顶两队。那如果他是5577，我觉得他会不会打那么小，他会打大一点。那我觉得我的手牌现在应该是输他了。然后我后面还有一位玩家，那我有 J 的话呢，我可以 block 掉一些 two pair。然后呢，我那张10又是关键的 K10 NAS， 也就是我 turn 去跟住他。我也很有可能是有 K10 在买双头顺，然后现在买到了，所以在我想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又养了，我选择在这边转炸 raise 到17万5，然后加2弃牌。小盲在这边想了非常久，最后他很痛苦的把牌盖掉了，而且有打开给我看，他是 QJ 同花，也就是他在 turn 就中到顶2队了。那我们真的很不好意思，我没有想要炸胡掉这么大的牌，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我在 cut off 看到99 raise 到1万2 ，button 这边3倍到5万5，然后大盲在这边 all in 他后手的5万8。那他这个 all in 的话呢，我们跟下来 button 是不能有动作的，而且我们跟住的话呢 ，button 也一定会进来。但是因为有大盲的保护，所以我们也不容易，例如说 flop 被他的一个 C 倍打盖，算是他有在保护到我们，所以最后我选择跟注 ，button 也跟注，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559 2张梅花，这整个是梦幻的翻牌。现在我反而希望 button 不是在乱搞，最好他有 AAKK 这样子。那我这边当然是过牌给他打啦，在我过牌了以后呢，button 也选择过牌，转牌来了一张方块 Q。那在他过牌了以后呢，我觉得我这边要下注了，但是因为这边已经没有塞帕了，所以我也不用下太大。我在17万6的底池下注了一个5万 ，button 选择跟注，合牌来了一张黑桃3。那现在塞帕有10万，所以我也不能打太大。那我现在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炸胡。然后想要去偷那个塞帕的10万，所以最后我选择下注了一个10万，然后 button 弃牌。那我们打开我们的手牌，我们就收下了底池。下一手牌 UTG raise 1万，
我在加一看到 AKO 3倍到35000，后面全部都盖牌，行动回到 UTG。他这边想了一下，选择4倍到10万。那面对这个4倍，我们有位置的情况之下呢，我选择跟住了这个10万。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K69 Rainbow。UTG 这边下注了一个75000，那我们现在有一个 TPTK， 当然是选择跟注。转牌来了梅花5，UTG 这边选择过牌，那这边我们就要想要不要下注了。我们这边其实下注不太会有意义，因为它翻前4倍的范围已经很 polarized 了。这边要不就是很大的牌 AAKK、AK， 然后 maybe 有 QQ， 不然就是一些譬如说 A5 同花、AJ 同花、KQ 同花这一些牌。那这边我们唯一可以 value 的大概就只剩 QQ 了。厉害的玩家甚至这边还会用 AAKK、AK 去做 check。所以我想了一下，如果真的要 value QQ 的话呢，我选择留到合牌再 value。然后过牌还有一个好处，如果它翻前的是刚刚说的那些4倍 bluff 的 range， 像是 A5 同花、AJ 同花这一类的牌呢，我们转牌过牌会有一个机会给它在合牌表演的空间。所以最后我也选择过牌。合牌来了一张红心5，UTG 还是选择过牌。那在他过牌了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们大了。然后他的牌现在看起来很像 QQ， 或者 maybe 有一点点 JJ， 如果比较激进的玩家的话。那面对这两个牌，我觉得我们就算去拿 value 也不能打太大。所以最后我选择在35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10万。UTG 没有想很久就选择跟注了。那我打开我们的 AK， 我们是大了，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一路盖到 button， 他 limp 2000，小盲跟注补齐。我在大盲看到了 AKO raise 到12000，button 跟小盲都选择跟注。我们三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282两张方块。小盲过牌了以后呢，我这边也选择过牌 ，button 也过牌。我们三家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方块10，小盲在36000的底池下注了一个15000。那我有方块 K 再加上2个高张，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 button 弃牌。合牌来了黑桃 A， 小盲在66000的底池下注了一个45000。那我想他如果下注这么大的话，我就不需要去 raise 他了。如果他下小注的话，我可能还可以考虑要不要 raise for value。所以我很快的就选择跟注了。在我跟注了以后呢，对手开了一个 K4O。就是什么都没有，单纯在 bluff 这样，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加一 raise 1万，那加一这位玩家在这场比赛的 open 频率有点高，所以我在加2看到56同花，选择3倍到33000，后面 button 竟然冷跟空降了这个33000，然后加一也跟注，我们三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768两张红心。这个翻牌对我们的手牌超级好，我们现在有一对代买双头同花顺，但是这个翻牌对我们整体的 range 非常的糟糕，因为我们几乎不会在这个翻牌有 nuts，反而是对手都会有所有的66、77、88，甚至90都会有。那我们这边一般是大量的 overpay， 或者是很多的 too high card。所以虽然对我们的手牌很好，但是我这边还是选择全范围过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 ，button 也过牌，我们三家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黑桃3，加一在10万的底池跳出来下注了6万。那我们的手牌非常强，当然如果我们是 AAKK 也是走这个行动路线的。那我这边选择跟注，然后 button 弃牌，我们两家看到合牌。合牌来了黑桃 K。加一这边下注了一个满池的22万5，那加一这位玩家他打得很好，他 action 很多，然后也秀了好几次的 bluff， 所以我在想了很久，其实我真的很想抓这一个，然后最后我就跑了一个随机数，然后我想说抓一半，然后一半弃牌，那这次我选到了跟注的这一次，所以我扣了。
在我跟住了以后呢，对手开了一个88，他在 flop 中了一个 top set，所以 nice hand，恭喜对手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 cut off raise 9000 button 跟注，其实我上家跟上上家这两个 action 都很多，然后玩的比较宽一点。我在小盲看到了 AJO， 我觉得这个手牌应该是大幅领先他们的范围的，所以我在这边 squeeze 到5万。在我加注回去以后呢 ，cut off 这边直接 all in 了他后手的18万6 button 弃牌。那我既然 squeeze 了这个5万，我就没有要盖牌了，所以我选择跟注。在我跟注了以后呢，对手开了一个95同花。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跑马吧。运气非常的好，我们赢下了这个跑马。下一手牌加2 low 券 limp 4000，high 券这边 raise 到15000。我在 button 看到了 J9 同花，一般我这边是比较喜欢 3 倍回去的，但是 high 券就是上一把一个95梅花就推我一脸的玩家，所以我觉得这边如果我再3倍他应该很容易4倍回来。那我的 J9 同花就有一点可惜浪费了，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在我跟注了以后呢，加2跟 low 券都选择跟注，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QJ2 Rainbow， high 券在6万6的底池下注了一个4万，其实这是一个蛮重的注，因为后面还有3位玩家，所以他这边展现的牌力是非常强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中队，再加上后门花，还有一些后门顺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必须要抵抗一发，所以我选择跟注，加2 low 券弃牌，我们2家一起看到转牌。转牌来了梅花 J， 那这张牌非常的好，我们击中了一个3条。然后 high 券这边没有停枪，他在14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9万。那他如果打很小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加他。但是他打这么重的话呢，我觉得跟注，因为他如果有很大的牌，我们在合牌也很容易打完。但是他如果这边是一些 bluff 或一些 semi bluff 的牌呢，我们就可以保留他这些炸胡的范围。所以在有位置的情况之下呢，我选择跟注。合牌来了红心2，这张红心2基本上它也是一个 blank， 因为我们2家的行动线到这边其实都不太会有2。然后 high 券在32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2万5，其实这是一个很重的注码。然后我看了一下他后手还有20万，那我觉得他的 AA、KK 或 AQ 应该也会走这个行动路线。那最后我想了一下，我就选择 all in 了。结果 high 券这边有点痛苦，但是最后还是选择跟注了。那因为 all in 的话都要开牌，所以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他打开了 KK。那很不好意思，我们歪到他了，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 UTG Race 15000，加1加3选择跟注。我在 low 券看到德州最好的起手牌 AA squeeze 到8万，结果小盲在这边竟然冷 4 倍到16万。在他 4 倍了以后呢，前面的玩家都选择弃牌，行动回到我。那我觉得面对这个冷 4 倍，我们的 AA 在有位置的情况之下，跟注应该是最好的选项。他当然也有可能有很强的牌是 KK、AK 或 QQ 这样子。那有没有可能他觉得我们3倍有点多，所以可能加了一点点的4倍 bluff 呢？那最后我选择跟注，我们2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19-5 3张方块，我们还有方块 A。然后小盲在37万的底池直接 all in 他后手的25万，那我们当然是跟注了。在我跟注了以后呢，对手秀了一个 AKO， 那目前对手是暂时没有什么胜率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跑马吧。有点遗憾，我们没有赢下了这个跑马。但是这个结果不是第一次发生，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只要我们还继续打扑克，就一定会一直的发生。我们能做的只有去接受它，然后做好资金管理跟情绪管理。
其实这手牌对手打得很好，他处理得很细腻，很多玩家这边可能 AK 就直接翻前就直接推一推了，他还用点的，我觉得打得非常好，恭喜他收下了这个底池。随着这手牌的结束，今天的比赛也告一段落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成绩，我们今天在市政华人参加3场3400的限时锦标赛，最后的结算奖金分别是4100、3400还有4100。我们目前累积的资金差一点就可以升级到6600了，希望可以顺利升级。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希望你会喜欢。这里是 Panda Poker，我们下次见。